上回说到，除了还在巨蛇肚子里的路飞和艾莎，目前在阿帕亚多岛上有意识能够站立的人，只剩下包括安妮露在内的5个人。安妮露盛情邀请其他人追随自己一同前往那梦幻世界。索隆等人联手反抗，精疲力尽，几乎只剩下半条命的韦伯，用出了杀敌1000自损800的杀手锏排击背，用排击配合海楼石将安妮露打倒。俗话说得好，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伤人不补刀，那不是等着被丝血反杀吗？韦伯以为自己的必杀技排击冲击波稳了，没想到安妮露还会进行自我电击治疗，一阵心脏出颤，硬生生把自己从9泉之下给捞了回来。韦伯一下子给跪了，直呼大佬，安妮露一棍子抽下去，我敬你是条汉子，但你选错对手了。安妮露用雷电打倒了索隆和韦伯，现在战场上就只剩下了娜美一个人。安妮露将目光转向娜美，娜美颤颤巍巍的举起手，表示愿意臣服强者，不管是什么梦幻世界还是西方极乐世界，我都愿意去。安妮露表示很满意，甭管是不是真心的，强者的存在必须有人欣赏和追随才有意义。世界上就只剩下自己一个人了，再强又有什么乐趣？安妮露先是放过娜美，带着她离开战场，来到了自己的秘密基地。在这里藏了一艘巨型的空中战舰，也就是人们口中的方舟。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以雷电为动力的电动船，也就是说，只有安妮露才能将其驱动。而船上主要用来创造电能的物质就是大量的黄金，没错，就是当年罗兰度发现的那些沉睡的加亚岛上数量庞大的黄金。方舟谏言，我们将乘坐这艘船飞往无限大地。娜美还想着暂时应付一下安妮露，趁着她不备溜之大吉。可是如果乘上这种巨型飞船飞到空中，自己的逃跑计划不就泡汤了？此时金发小姐姐和她的父亲被作为触怒安妮露的头号罪犯，正遭受到白色贝雷帽部队的通缉。金发小姐姐赶往城镇，想要将安妮露计划摧毁空岛的情况告诉大家，结果被蠢货贝雷帽部队的人集体射箭攻击。即便如此，金发小姐姐依然义无反顾地冲上码头，闯入城镇中。因为蠢货贝雷帽部队四处宣传金发小姐姐和她的父亲是罪大恶极的犯人，所以金发小姐姐的突然来到给城镇带来了一片恐慌，大家像赶老鼠一样轰赶她。安妮露的制裁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临到，和这种头号罪犯距离太近的话，很容易被波及。金发小姐姐大声恳求人们安静下来，仔细听听她的话，人们却嚷嚷着让她滚蛋，有她在的话，大家都有可能被卷入制裁之中。一个蠢货贝雷帽部队的队员跑过来，想要偷袭金发小姐姐。这小姐姐倒是有一些身手，举起身后的火箭筒对准了那个家伙的肚子。见蠢货贝雷帽队员被吓退了，金发小姐姐大声说道：“请大家立即乘坐飞船离开空岛，这个国家马上就要被安妮露毁灭了。”众人愣了一下，之后一边倒的大骂金发小姐姐是在胡说八道，散布不实信息，故意制造恐慌，必须要给予严惩，不准对安妮露不敬。一个小孩子丢出一颗番茄砸在小姐姐的脸上，人群安静了。金发小姐姐彻底被激怒，不管是因为恐惧还是因为被洗脑，安妮露这个伪神者在人们的心中太根深蒂固了。一个健康的国家绝不能搞个人崇拜，更不应该对施暴者搞个人崇拜。金发小姐姐丢掉手中的武器，深吸一口气，大喊一声：“所有人都慌了，争先恐后的远离金发小姐姐。安妮露的制裁马上就要来了，谁也不想被卷入其中丢了性命。几分钟过去了，金发小姐姐依然站在原地，天空中也没有雷电轰下来，大家都很奇怪，都在远处看热闹。金发小姐姐沉声说道：“我这条命已经没有意义了，空岛将被消灭。”这是从阿帕亚多逃出来的某位神队的人用性命换来的讯息，他和我的父亲一起遭到了制裁，没有时间了，请大家立即逃到云之尽头去。金发小姐姐的话让大家有了80%的信任，但是他们很顾忌离开空岛逃去青海，这也难怪，他们出生在空岛，生活在空岛，根本没有去过青海，更不知道如何在那里生活，除非到了山穷水尽，否则没有人想要离开自己的安乐窝。甚至有些人还抱着侥幸，说不定有什么奇迹发生呢，说不定这个岛不会被毁灭呢，说不定安妮露会改变主意呢。金发小姐姐真的忍无可忍，渔民，一群渔民，安妮露拥有可以让整个国家被摧毁的力量，而现在已经是迫在眉睫的时候。今日不同以往，不是你忍气吞声充当懦夫就能继续苟活，灾难就在头顶悬着，不管你是苟活还是人活，不管你是狗是人，谁都逃不过一死。大概是金发小姐姐平时在相恋相亲中间形象比较良好，人们选择相信她的话，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还是先逃命吧，万一灾难真的来到，后悔不就晚了。大家一窝蜂的向云之尽头冲去，有一部分留下来围着金发小姐姐，想要打听神队成员的下落。当年跟随甘福尔的神队被安妮露奴役，他们的家人一直等着他们有朝一日能回来，一转眼6年就过去了。这些城镇居民中，有一些是神队成员的妻子，有一些是神队成员的父母，也有一些是他们的儿女。
现在神队那些消失的人在哪儿，在干什么，是大家这些年来一直压在心头的负担。听闻金发小姐姐见过神队的人，大家就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仿佛又看到了希望，围着金发小姐姐七嘴八舌的问个不停。金发小姐姐早就猜到神队的人恐怕已经全部被艾尼路干掉了，但是她不忍说出口，只能低声说道：“我也不清楚。”人们还是不甘心，站在原地不肯离去。一直很蠢的白色贝雷帽队长站了出来，终于办了一件有用的事。他安慰众人说：“神队的事情由我们白色贝雷帽全权负责，之后定会带着他们追上大家的。现在请大家先行离开，不要拥挤。”队长的出面解围，让金发小姐姐松了一口气。看着城镇居民们离开，队长压低声音说道：“我大概能猜到神队的下场，安尼路就是那样的男人，我是知道的。但是现在最重要的是让岛上的居民们尽快避难，不能重蹈毕卡覆辙。毕卡是另一个空岛的名字，位于遥远的南方天空，是安尼路出生的空岛。听说在6年前，那个空岛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安尼路正好是6年前来到这里的，所以有99%的可能，安尼路亲手毁灭了自己的家乡，来到这个国家。听说毕卡上也有很强的战士，但是在安尼路面前毫无意义，因为无敌，所以他才自称为神。白色贝雷帽原本是效忠甘福尔的神队成员，因为惧怕安尼路的能力，背叛了神队，成为安尼路的打手。他们本以为只要待在岛上，总会找到办法保护居民，但是到头来这一方法根本无济于事。原来白色贝雷帽部队也有自己的苦衷，他们是为了不让岛上的居民触怒安尼路，他们想办法去阻止人们违抗他。队长咬着牙悔恨不已。金发小姐姐表示很震惊，称赞白色贝雷帽很勇敢，他们这样做也是为了大家，不仅不是窝囊，反而应该得到感谢。金发小姐姐与白色贝雷帽达成同盟，掩护城镇的居民撤离的任务交给白色贝雷帽，小姐姐折回森林去经营草帽团。方舟建言上的艾尼路通过心网把金发小姐姐的一举一动看得清清楚楚，一般人的心网只能听见生命体活动的声音。艾尼路强大的心网能力，配合自己的雷电，可以直接读取电波，甚至可以精确到个体来聆听对话。艾尼路仗着自己拥有这个变态的能力来监听整个阿帕亚多，如果发现谁说了对自己不利的话，立即予以制裁。按照安尼路的脾气，金发小姐姐刚刚一番发言足以降下制裁，但是信号系统中突然出现了另一个声音，吸引了安尼路的注意力，让金发小姐姐和白色贝雷帽捡回了一条命。安尼路仔细分辨了一下这个突然出现的声音，确认不是他见过的那些幸存者中的其中一员。他又疑惑又气愤，这个混蛋之前躲哪里去了？居然让老子的预言落空！老子今天一定要弄他！那个声音就是路飞。路飞和艾莎二人在巨蛇肚子里经过重重冒险，终于逃了出来。路飞心情大好，但是没好1分钟，突然脸色大变。他看到了被雷电烧焦的索隆和罗宾以及韦伯。巨蛇肚子里没有信号，艾莎感知不到外面的声音，安妮路也感知不到他们两个。艾莎哭着说：“是安妮路能做到这种事情的，只有安妮路。”罗宾挣扎着告诉路飞，娜美被安妮路带走了。路飞拖起罗宾，罗宾说：“仔细听好，用不了多久，这个国家就要毁灭了。他要让天空上所有的人都回归地面，伤了自己的伙伴，还企图毁灭整个国家。这些事情，路飞绝对忍不了。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去哪里找到这个家伙。”艾莎表示：“我听到了，这个岛上还有2个声音，一定就是安妮路和娜美。”路飞恨得咬牙切齿：“艾莎，带我找到他！”路飞按照艾莎的指示，向安妮路所在位置飞奔而去，终于找到了安妮路的巨型方舟。路飞卯足了劲儿，大喊一声：“就他妈你叫安妮路啊？你他妈挺猖狂啊你！”安妮路站在方舟之上，一副俯视大地的姿态。“你是哪根葱？”路飞怒气冲冲地说道：“你站在那里别动，我这就上去揍你！”说着，路飞跳上方舟，冲向安妮路。安妮路认出路飞是超人系恶魔果实，但压根没放在眼里。不管什么系，都抵不过我雷电法王的雷光拳。安妮路瞄着路飞打出雷电攻击，本以为路飞已经化成渣渣了，不过路飞敏捷地躲开了安妮路的大招。安妮路加码打出6000万伏特电击，一条雷龙嘶吼着扑向路飞。路飞只感到迎面一阵寒风猛烈吹来，除了发型被吹乱，自己完全没受到影响。安妮路还是不死心，瞬移过去，手掌都贴到路飞的脸上了。炸雷在路飞的身上磨出火花，衣服都要被烧了。路飞的内心依然毫无波澜，甚至感觉有点烦躁。安妮路送出了海贼王史上排名前5的表情包，心态炸裂。这个世界上居然还有不怕雷电的人类。不过还不用慌，物理攻击对自然系的自己没用，还能维持一下。安妮路还想找机会反杀，路飞冲过来就是一脚，差点把安妮路的胆囊给踢出来。完了 ，BBQ 了！香蕉果实完克响雷果实，路飞就是安妮路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天敌。